蓝胖子要求婚了，而且对象不是小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蓝胖子一脸心事的样子，连大熊端来的铜锣烧他都不感兴趣。大熊问他怎么了，蓝胖子却红着脸支支吾吾的。大熊一下就猜出他应该是有喜欢的猫咪了。显然大熊是猜对了，因为蓝胖子害羞的上蹿下跳。蓝胖子兴奋地领着大熊去看他的梦中情猫。那只猫咪毛色雪白，眼睛碧蓝，蓝胖子一见到它就心跳加速。不过他还没能跟人家说过话，甚至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。话说小咪呢，蓝胖子怎么又移情别恋了？没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栋豪宅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只漂亮的波斯猫坐在那里。蓝胖子已经兴奋的两眼冒小星星，恨不得马上跟人家结婚。这时白猫往这里看了一眼，蓝胖子激动的直接从屋顶滑了下去，这下真的眼冒金星了。忽然他察觉到了情敌的气息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一只黑猫也在盯着那扇窗户。蓝胖子举起空气炮想赶走它，但被大熊劝了下来，毕竟人家啥也没做呢。咱们要做一只文明的猫咪。他们决定先回家商量对策。大熊觉得第一印象很重要，蓝胖子忽然开始担心起自己圆滚滚的身体会不受喜欢，于是他掏出道具机器人减肥用钳子。蓝胖子也是个狠角色，他直接把自己夹成了鹅蛋脸，可他一不小心撞到电线杆，恢复了原样。这个囧样又正好被胖虎等人看到，大家听说了蓝胖子的八卦，觉得很有意思。蓝胖子甚至表示，如果能跟他结婚，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吃铜锣烧了。于是这次轮到大家来给他出谋划策。小夫觉得追女孩子就要送礼物，可是送什么好呢？俊香觉得如果是蓝胖子的话，应该能拿到未来的猫咪商品。蓝胖子立刻掏出了未来百货公司的网购机器。为了追梦中情猫，他不惜花光了这个月的零用钱。未来百货公司效率超高，蓝胖子这边刚下单，快递就传送过来了。他买了柴鱼口香糖、抓老鼠游戏机，还有暖炉小屋。但小伙伴们觉得这些礼物似乎不太合适，是品味问题吗？蓝胖子听了立刻觉得十分挫败，大家赶紧安慰他，礼物最重要的就是心意，这些没问题。蓝胖子的心情立马变晴，他开心的准备去送礼，可要怎么把礼物交给人家呢？大家提醒他可以用任意门。蓝胖子终于可以跟梦中情猫面对面交流了。白猫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夸他是很罕见的猫咪。蓝胖子听见他竟然没说自己是狸猫，高兴的语无伦次。随后他终于想起来自己是来送礼物的，于是他掏出了那个巨大的礼物盒。白猫第一次看见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他很喜欢。蓝胖子见状赶紧拍着胸脯说，因为他是未来的猫型机器人，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办到。白猫夸他真是厉害，哇，这谁顶得住？蓝胖子开心的原地打转，随后他爬上猫爬架，开始羡慕起白猫。他觉得能拥有自己的房间真的很棒，但白猫却突然低落了。原来他的主人很少陪伴他，他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听见这话，蓝胖子坐不住了，立马保证会每天都来看他。白猫的眼睛里充满了亮光。晚上蓝胖子连觉都不睡了，精神抖擞的为爱发电。白猫这边他趴在窗边看着什么，而不远处那只黑猫也在静静凝望。第二天蓝胖子一大早就掏出了任意门，他竟然要直接快进到去跟白猫求婚。大熊立马拦住他，你们才认识第二天，这样也太快了吧。蓝胖子不以为然，他认为对恋爱来说时间不是问题。随后一个河东猫后把大熊先翻到书堆里，然后毅然带着花来到了白猫家。白猫收到花非常开心，蓝胖子心跳加速，想说出求婚的事，但白猫却对他说了一个心愿，如果有机会他想去开满了那些花的原野上自由漫步。女神的这点小小的心愿，蓝胖子当然要满足，也就是开一下任意门的事儿。看见这么漂亮的草丛，白猫自由地奔跑了起来。这里的景色很美，空气很清新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蓝胖子像个保镖，一直跟在他左右。白猫还发现了代表幸运的四叶草，蓝胖子激动地告诉他，
这表示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。两人静静享受着清风和日光。蓝胖子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于是他又画风突变，想说出求婚的话。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就是那只让蓝胖子感到危机的黑猫。蓝胖子见情况不妙，想赶紧带女神离开，可却不小心把她推倒了。黑猫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给白猫做垫背的，然后这两只猫就开始互诉衷肠。黑猫一直想跟白猫说话，白猫也罕见的红了脸，他觉得很抱歉，明明每天黑猫都在窗户外面守着他，但他却没办法到外面来。蓝胖子刚开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反应过来后立马开始对付情敌，弹弓这些都是挠痒痒，他竟然直接掏出一枚导弹，可白猫却夸他是个很体贴的朋友。这好人卡一张接着一张，蓝胖子下不去手了。小伙伴们听了蓝胖子求婚失败的悲惨遭遇，又开始给他出谋划策。胖虎想出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桥段，虽然老套，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于是他们决定先实施这个计划。蓝胖子把白猫带出来玩，大家纷纷吃下动物变身饼干，变成猫咪。胖虎猫和小夫猫围在白猫面前，看起来还挺像猫中恶霸的。然后蓝胖子按照剧本跳出来，想要英雄救美，却不小心被石头绊倒。这时那只黑猫冲了出来，它弓起背，炸开毛，做出猫咪标志性的战斗状态。于是本来只想演演戏的胖虎他们就真跟这只黑猫干了起来，再加上小夫猫的帮忙，黑猫完全敌不过他们。最后他被胖虎猫一拳拍飞，金香猫和大熊猫赶紧冲上去提醒胖虎别动真格的。这时蓝胖子上场了，胖虎假装跟他争执了一下，然后就配合的跑走了。原以为白猫会感激蓝胖子，没想到他却一直在关心那只黑猫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蓝胖子这边演的戏。而此时的黑猫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保护白猫，他拜托蓝胖子以后要照顾好它，就跑走了。白猫追了上去，却被呼啸而过的列车吓了一跳，脚下打滑滚入了河里。蓝胖子完全慌了神，他的百宝袋有那么多宝贝，但此时他却不知道要怎么救他的女神。而黑猫直接纵身一跃，跳进水里，紧紧护住白猫。最后蓝胖子用魔术手把他俩捞了起来。白猫由衷地感谢了蓝胖子，可黑猫却想起身离开，蓝胖子却叫住了他，因为你一直以来的守护给了白猫很大的安全感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你都会过来陪着他。可黑猫难过的表示，它只是一只流浪猫，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每天的生活对它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，它没办法给白猫幸福。蓝胖子立马反驳道，你说的那种幸福并不是白猫所追求的。白猫感激地看了一眼蓝胖子，然后又追上了黑猫，想把它留住。围观了一场偶像剧的蓝胖子拿出了任意门，打开门，里面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。原来这是蓝胖子早就为白猫准备好的，这里气候温暖，也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。虽然不见得事事顺心，但相信他们一定能好好过生活的。说着说着，蓝胖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，哭了出来。白猫和黑猫的眼里也闪着泪花，他们很感激蓝胖子的成全，然后踏入任意门私奔了。最后只留下蓝胖子一个人在河边发呆。没关系，只要他能够幸福就好了。不过静香相信蓝胖子一定也会很快找到可爱的女朋友。虽然蓝胖子失去了女神，但小伙伴们都在他身后支持着他，这也是一种幸福呀。不远处的四叶草随风摇曳，善良的人一定会得到幸福的。好好对待你们的宠物吧，不然他可是会跟别人私奔的哟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认为喜欢是应该放手还是占有呢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下期见。